注意看，这两个胖子刚见面就扭打在一起。先动手的是日本选手，面对如此挑衅，韩国选手立刻还击。赛事方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，隔天再次发布见面会。没想到嚣张的日本选手不知收敛，双方再次扭打在一起。韩国选手登上擂台后怒砸50拳，彻底打服小鬼子。此人名叫金在勋，是韩国有名的黑社会拳手，仗着自己称霸韩国拳坛，就准备去日本虐菜。在日本比赛胜利后，他就把目光瞄准中国市场。毕竟中国选手众多，如果能够横扫中国选手，那他就名声大噪。当他第一次来中国打比赛的时候，看见中国选手敖日格勒在赛前发布会就大打出手。对于敖日格勒来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二话不说，直接拿着手中的拳头伺候小泡菜。他就是要让这个狂妄的金在勋知道中国选手不是好惹的。吃瘪的金在勋怒火中烧，于是，在双方称重的时候，再次用言语来恐吓敖日格勒，还声称自己是日本山口组的，听着口气倒是不小。既然你是山口组的，怎么跑到中国？难道是混不下去了？对于这种言语恐吓，敖日格勒根本不会在意。对于金在勋3番5次的挑衅行为，敖日格勒早已想要在比赛中大展身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比赛。光膀子的就是中国选手敖日格勒，一身黑色衣服的则是嚣张的韩国选手金在勋。随着第一回合的开始，金在勋摇晃着左手准备进攻，然而敖日格勒早已识破他的意图，趁他冲过来进攻之时，敖日格勒拿着手中的拳头砸向金在勋脑门。没想到这货如此不经打，只见敖日格勒还没开始发力，他就狼狈逃窜。此时被敖日格勒堵在角落里，重拳锤击。不知道敖日格勒泄愤没？但是小编绝对看过瘾了。一旁的裁判哪见过这种彪悍的场面，急忙宣布比赛结束。可是此时却发生了意外，只见台下的韩国教练团直接冲上来，看这架势是准备围殴敖日格勒。好家伙，这些韩国人竟然如此不讲武德，还想以多欺小。韩国赛事方得知自己的冠军拳王被揍得躺在地上昏迷不醒，他们对于这件事情也很重视，认为这是他们韩国拳坛的耻辱。金在勋回到韩国后，也是进行长达2年的闭关修炼。出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敖日格勒复仇。面对这种主动要求被暴揍的选手，敖日格勒毫不犹豫，立刻答应。那我们就来到2番战的比赛现场。看对方不出手，敖日格勒就勾手挑衅金在勋。当两人再次在比赛中相遇之时，或许是上一场比赛的原因，金在勋迟迟不敢主动靠近敖日格勒，毕竟上次比赛他被打得太惨了。面对敖日格勒的重拳攻击，吓得金在勋赶紧用搂抱来限制他。这闭关修炼了2年，难道就这点能耐？看来这家伙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不出所料，估计结局又是被暴揍。面对金在勋这种搂抱打法，一旁的裁判看不下去了，于是就让两人重回战力。한방을 터뜨리기 위해서 다른 많은 사전 동작들을 해준다는 게 이준 쪽의 작전이 아닌가 싶어요. 只要敖日格勒稍微一靠近，金在勋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慌忙后撤躲避。于是敖日格勒就准备陪他好好玩一玩，干脆站在原地不动休息。没想到嚣张的金在勋也模仿起来。紧接着敖日格勒就开始重拳进攻，还没反应过来的金在勋不仅被压制在笼边，连续的小碎拳也是够他吃的了。
1라운드였는데 지금 1라운드 시간 거의 다 지났습니다.或许是上次比赛敖日格勒结束比赛太快了，所以这次就准备好好放松一下。可是面对敖日格勒金在勋的进攻略显笨拙，不仅对敖日格勒造成不了威胁，就连他自己都很惧怕敖日格勒的内围压制。如果敖日格勒想要出手的话，那么分分钟就可以结束比赛。他就是要看看这2年不见金在勋到底有没有长进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貌似没有。 끌어들이는 걸까요? 네. 오버핸드 훅은 잘 통하진 않았었습니다. 접근하고 있는 아웃 끌어. 먼저 나가라고 지시했죠. 经过2回合的比赛之后，敖日格勒也知道金在勋就是一个小泡菜，想要结束比赛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。敖日格勒经过上次的比赛之后，深知韩国赛事方不讲武德搞偷袭，所以这次就给他们留些面子，没有在第1回合 KO 金在勋。一旦比赛进入第3回合，那么敖日格勒肯定不会再手下留情消耗下去了。 随着第3回合开始后，金在勋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还想快攻抢占先机。见金在勋终于出手，敖日格勒等的就是这个时候。在他的3拳2腿之下，金在勋狼狈不堪倒地，抱头防守，龟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。于是敖日格勒就毫不客气地用拳头来招呼他。如果不是给韩国赛事方留面子， 恐怕这场比赛早已结束。敖日格勒毫无悬念地赢下这场比赛。嚣张的金在勋此时已经没了当时的嚣张模样，2次都被敖日格勒重拳 KO， 以后也不敢再来中国叫嚣挑衅了。为敖日格勒的精彩表现加油！